资产负债表衰退虽不如经典的需求不足型衰退如大萧条那样广为人知，却是一种更为隐蔽且危险的经济现象。它的核心问题在于经济体的主要参与者家庭和企业，因为资产价值的下降而陷入财务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消费增长，而是转向清偿债务和重建资产负债表的平衡。这种衰退模式最典型的例子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的日本。日本在80年代经历了房地产和股市的巨大泡沫。当泡沫破裂后，企业和家庭发现自己的资产严重缩水，但债务却依然高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消费者和企业开始削减支出，专注于减债。结果，日本陷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即所谓的失去的10年。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成因在于过度的债务积累和资产泡沫。当这些泡沫破裂，资产价格暴跌，许多借贷者发现自己的债务远远超过了资产的价值，这导致消费和投资的大幅下降，因为大家都在尽力减少债务负担。而这种减负努力反过来又进一步压低了经济的总需求，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从政策层面来看，传统的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负债表衰退时效果有限。即使央行降低利率，企业和家庭也不愿意借款消费或投资，因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减少债务。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来刺激经济。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提供税收优惠等手段来增加经济活动。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的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探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实际案例时，日本的经验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日本在1990年代初期的经济状况是对资产负债表衰退概念的最佳诠释。在1980年代末，日本经历了房地产和股市的大规模泡沫。当这个泡沫在1990年代初期破裂时，它留下了一个充斥着巨额不良贷款和资产价格大跌的金融系统。在泡沫破裂之后，许多日本公司发现自己的资产远远低于其负债。这种情况迫使这些公司转变策略，从追求增长转向减负。他们开始大规模削减开支，减少投资，甚至出售资产以偿还债务。这种自我加强的负债清偿过程导致日本国内需求急剧下降，从而使得整个经济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日本政府为应对这一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首先，日本央行实施了极低的利率政策，以期降低借款成本并刺激经济增长。然而，由于企业和家庭更加关注于债务减负而非新的支出，这一策略并未能立即振兴经济。进一步的政策措施包括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支出。日本政府投资于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希望通过这些直接的政府支出刺激经济活动。这些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下滑的速度，但并未能完全扭转经济衰退的趋势。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外，日本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金融体系改革，包括重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这些改革旨在恢复金融市场的信心，并确保类似的资产泡沫不会再次发生。日本的例子清楚地表明，资产负债表衰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综合的政策组合来应对。虽然传统的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面对企业和家庭减负的决心时，其效果是有限的。此外，日本政府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虽然在短期内提供了一些缓解，但长期来看并未能解决根本问题。总体来说，日本的经验表明，在处理资产负债表衰退时，单一的政策工具往往不足以解决问题，需要一系列协调一致的措施，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共同作用才能有效地恢复经济增长和市场信心。同时，这也提醒其他国家在面对类似经济挑战时，必须谨慎评估其经济结构和市场状况，以制定最适合的应对策略。在日本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应对资产负债表衰退之后，国家经济的转变过程是缓慢且充满挑战的。
日本在90年代及之后的数十年里，面临了一个长期低增长、低通胀，甚至是通缩的经济环境。这一时期被称作失去的20年，体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深远影响。尽管日本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政策，但这些措施在刺激实质性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效果有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债务负担沉重，企业和家庭并没有利用低利率的环境增加投资或消费，而是继续专注于去杠杆化。因此，即使货币政策极为宽松，实际上的资金流动并没有显著提升。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刺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但这种刺激主要是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实现的，这导致了政府债务的大幅增加。日本政府的债务水平迅速上升，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高债务水平限制了政府在未来采取财政刺激措施的能力，增加了经济的长期风险。在这一时期，日本还实施了一些结构性改革，包括金融体系的重组和监管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并恢复投资者对日本经济的信心。尽管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但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却相对有限。此外，日本的经验还表明，资产负债表衰退对社会和文化也有深远的影响。在经济长期低迷的环境下，消费者和企业变得更加保守，对于债务和投资持谨慎态度。这种心态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社会的创新和风险承担能力。长期来看，日本经济确实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稳定，但这个过程是漫长且充满挑战的，而且伴随着许多长期问题，如高债务水平、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增长的放缓。这些问题提醒其他国家在应对资产负债表衰退时，需要综合考虑长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日本的例子清楚地表明，资产负债表衰退不仅是一个短期的经济问题，它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结构和社会福祉。应对这种衰退需要耐心、坚定的政策决策和多方面的努力。虽然日本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特的，但它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教训，特别是在处理大规模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和高债务水平所带来的挑战时。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日本在90年代的经验不仅对其自身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在面对类似的经济挑战时提供了重要的教训。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逐渐被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所重视，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由资产负债表衰退引发的。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在2007年开始破裂，随后迅速蔓延到整个金融体系。许多金融机构因为持有大量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的衍生产品而遭受重创，这导致了大规模的资产贬值，进而迫使企业和家庭减少债务，从而引发了经济的收缩。美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采取了多项措施，其中包括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如2009年的经济复苏刺激法案，以及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措施旨在恢复金融市场的信心，刺激经济增长，以及帮助企业和家庭减轻负债压力。此外，欧洲也经历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特别是在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这些国家在金融危机后面临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这些国家政府为了减少赤字和债务，采取了严格的财政紧缩措施。然而，这些措施在短期内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从全球视角来看，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经验强调了在经济政策制定时考虑债务动态的重要性。它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企业和家庭都在大规模减负时，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不足以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采取更为综合和创新的措施来应对这一挑战。日本的经验还表明，资产负债表衰退可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连锁反应。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很容易通过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传播到其他国家，
因此，国际间的合作和协调在应对这种全球性经济问题时至关重要。最后，日本的经验和随后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表明，资产负债表衰退不仅是一个财务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到全球经济结构、监管体系和政策响应机制的复杂问题。这需要全球经济体共同努力，通过协调一致的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来防止类似危机的发生，并确保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总之，通过对日本和其他国家在资产负债表衰退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有效应对和预防这种复杂的经济挑战。这对于保持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